好像枪声停了。我听见了。不会是鬼子把窦文成给打下来了吧？不会，我没有听见鬼子的重炮声。如果是一般的轻武器步兵，金哥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们。你一个做生意的，你怎么能分辨出重炮的声音啊？我一个舅舅是中央军的，我见过。真的？真的。我们走吧。再等会儿行不行？再等。等鬼子围上来，我们想走就走不掉了。来吧。哎，下坡路滑。我自己行。嘘嘘嘘。兄弟们，大家为什么要唉声叹气呢？你们大家知不知道现在咱们在干嘛？咱们在保护自己的亲人。现在，为党国效忠的时候到了，大家应该打起精神来。打起精神来！你叫我们怎么打起精神来？我们为党国效力，可党国不为我们呀。金队长，你们852团不是说来接防吗？人呢？是啊，这仗是没法打了，再他妈打下去，全都是死。一定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，一定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。特殊情况？什么特殊情况？特殊情况就是你们跑得比鬼子还快。弟兄们，党国都不要我们了，我们还要党国干什么？不打了，走！走！我看谁敢走！二师爷，各位，城里住着我的妻儿老小，后面有我们家的祖坟，我没地儿退了，我必须留下守城。我也是，我还有我的老婆怀着孩子呢，你说我？我知道，我理解大家，请大家再等一等，我请求大家相信我，相信国军，咱们再坚持一天，就一天，我保证大家的亲人一定会从南门安全的撤出去。队长，报告，南面出现大量鬼子，老百姓都被赶回来了。什么？快！东安城既没有重要的军事设施，也没有首脑机关，鬼子怎么会花费这么大力量围城？是不是因为你呀？我？队长，咱们还是先想想老百姓的事儿吧。我们两个刚才去动员了半天，可是老百姓他们都不相信我们能掩护他们，都不愿意走，你说怎么办？鬼子是厉害，但他们不善于夜战。你告诉他们，今天晚上是咱们唯一的机会。不是，我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呀。他们怎么连自己的部队都不信任呢？二少爷，别言老百姓，军人的信任是靠胜利换来的。只要咱们打好今晚这一仗，一切都会迎刃而解。老铁说，咱们这帮兄弟要说守城还能撑一阵子，但是要主动攻击，想打胜这一仗，主动攻击，那是你的打法，
别人也许不这么打。别人？谁是别人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快12点了，准备开锣。哎，我们打个偷袭还行，这可是主动进攻，咱们又没有重武器，能行吗？ 你真以为我装神弄鬼跳大神呢？三炮，把咱们的重武器拿出来给他见识见识。是。上。1里地的样子，这弹弓行吗？有些困难。不，咱们在坡上面，从高往下打，又多出半里地的距离。哎，这叫什么呀？天女散花。 鬼子今天晚上算是见到鬼喽！你才是鬼呢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头上戴的不是简简单单的面具，那一个一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，知道吗？知道。穆桂英是女的，又不是汉子。那是管汉子的。都不许笑了，赶快回去接老百姓撤退。待会儿小鬼子反应过来，就杀回来了。走。 他们是什么部队呀？共产党八路军的游击队。游击队？怎么，瞧不起人家？可人家打胜了。哎，不入流。 我知道看戏呢，不知道下来帮个忙啊！你们是什么兵？国军。都被打成这样了，还底气十足呢？国军，赚了吧？啊！我们确实是国军，
现在外面什么情况我们不清楚，所以不能贸然行动。瞎扯！现在知道什么情况了？鬼子已经被打跑了。哎，我说下面这小孩儿，回去告诉你们长官，改日我一定登门致谢啊！说谁是小孩呢？我就是长官。我告诉你，打完工那也是要收工钱的，知道吗？我也不讹你，50步枪，1万发子弹，怎么样？真是个贪婪的小屁孩。地址：冀中游击队队长，我戴金花手。你是队长？怎么着？没见过女的当大队长啊？哎，这小子一直拿望远镜瞅你呢。当人家狗眼看什么呢？臭流氓！还不把城门打开，把老百姓放出来！看见没有？这就是杂牌部队。开门！开城门！哎，我说你别跑，工钱还没算清呢。哎，怎么就这么点人呢？还有很多人不方便走。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？背上包袱抬点不就走了吗？这是城市，不是你们村里。很多人都有自个儿的产业，不是说走就走得了的。什么这个产那个业的，命定了啥都没了，这点账不会算的，一帮糊涂蛋。哎，我说这位，他叫什么花大队长？金银花。这位金银花大队长，闭上你的臭嘴！别动不动就骂人啊！不要老用你自个儿的视角来看问题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没空跟你们这帮家伙置气，一句话，撤不撤？不撤。等死啊！我们要依靠坚固的城防等待国军的救援，然后在内外夹击。哼，说了这些他们也不懂啊。我说你是什么脑子啊？你说你成天跟鬼子兵对兵将对将的打，落的什么好了？占什么便宜了？我啥都没有嘛，还不长脑子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就是看在你是敢跟鬼子打仗的中国人，要不国民党的事儿我才懒得管呢，懂吗？不懂。我们是国军，身为军人，我们只懂得舍身取义。关城门！我说你是榆木脑袋呀！别让我看见你，看见一回骂一回。撤！哎呀，真是一个浅薄的土包子。金戈是中国军队竖的一面旗帜，从肉体上消灭它，现在看来已经不是一件难事情。但是，我们要的是胜利的最大化，那就是彻底摧毁支那军队和百姓的抵抗意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拜托大家了。围堵城南的士兵遭到了支那军队的偷袭，损失惨重。金戈用什么战法打了我们的骑兵？他们用的辣椒面、胡椒粉、棉花炮竹，最后是炸弹。
就这些。是。然后呢？他们带走了一小部分老百姓，军人没走。金哥还在东安城内。打你们的不是金哥。 那会是谁？我不关心，我只关心明天生擒金哥。现在啊，城已经被鬼子包围了，老百姓想走也走不了。如果鬼子的外围再被国军包围， 那可真是中心开了花了，中心开花，这种可能性太小了。老铁夫，你看问题乐观一点行不行？我坚信，我们是国军。再不跑，让再飞上去，现在蹦着你走。鬼子来了，让老子去当炮灰，老子给我干！哎，等一下，他还是个孩子。 你不用上去了，我爹去哪儿，我去哪儿。哦，谢谢长官，谢谢长官啊！但是你必须得上去，因为如果城破了，他一样活不成。你就能够保证，咱们肯定能打赢人家了。但是我可以保证，你在上面战死，肯定比你在下面当土匪被枪毙光荣。那倒是。 会使吗？这东西，哎呀，老伙计了。行，我干。爹，大队鬼子来了！准备战斗！看我干什么？准备战斗！ 在开战之前，我方指挥官想和你进行一次军人般的谈话，请不要开枪。把枪放下。他小鬼子是军人，我们也是军人。中国军人到什么时候都得有模有样，得有派。等着。 二爷来了，二少爷，你不能这样去，太危险了。在这儿一样危险，鬼子是不讲人性的，万一他们把你扣留的话，打黑枪，后悔就晚了。在小鬼子这么做，就是想在士气上压倒我们。如果我要是不去，你看看现在守城的这帮兄弟，那他们心里就更没底了。可这城怎么办？你别说了。 小鬼子就是给我摆了一出鸿门宴，那接下来我的这出单刀赴会，必须得唱好。二少爷，鬼井阁下，依我看，他们是不敢出来了。如果金哥真的不敢出来，我倒是有些失望。
真的敢？因为他是真正的军人。你们的战斗素养也太差了，都离这么近还瞄准啊？闭着眼睛都应该能打到我呀！把枪收起来。金二爷，我来了，到底是哪位想和我对话呀？哼，就这么高个个儿，再挺也没用。这就跟一条贪婪的蛇一样，无论你嘴巴张得多大，都不可能吞下大象。你是冬瓜山摧毁我炮兵阵地的金戈队长。你是来仰慕我的呀？啊？手段不错，但是我非常奇怪的是，既然你们已经得了先手，为何按兵不动，足足浪费3天时间，致使皇军从容调派重武器，从而一举突破你们的东岸防线？现在还不是复盘的时候，咱们这盘棋还没下完。还用下吗？就凭小百川故意把你在东岸城的情报告诉我，而自己趁机溜走。你现在就是一颗孤立无援的孤子，一颗被你身后那面旗帜抛弃的弃子。你胡扯！金哥，金先生，作为军人，我敬佩你，但是作为对手，我现在不得不说，仅凭你们城上面的那些人，这盘棋你输了。那你可以试试。最好别试。我身后的装甲部队和重炮的作战能力，我想你是知道的。他们一旦开火，东岸城就变成一片火海，一堆瓦砾。你想怎么样？你没有提条件的可能了，只有遵照我的命令，举手投降。我这双手是用来向你开枪的，除非你把它砍下去，然后他自个儿举起来，否则断无可能。在大日本皇军眼里，没有什么不可能。请回去吧，5分钟之后，一切就有可能了。请，奉陪到底。跳！队长，队长。望远镜给我。鬼子想干什么？他们要攻城了。那怎么办？马上通知大家，全体卧倒。卧倒！哎，人家还没动手了，咱们就卧倒了。哎，这太怂了点了吧？鬼子有重炮，如果爷俩想活命，就赶紧趴下。
击！不要伤害老百姓！不要伤害百姓！停止射击！秦队长，由于你的固执，那些老百姓无辜的死了。我除了表示遗憾之外，更想对你说，你是有能力解救他们的。只要你放下武器，我绝不再开一炮。东安城的百姓，我金哥对不起你们。是我连累了父老乡亲。对不起了！哎呀，二少爷，这不是你的责任，是鬼子造的孽，都是因我而起。只有我死了，全城的百姓才能免去性命之忧。二少，小鬼子，你们看好了！等等，我说了，你是没有条件可讲的。如果你敢自杀，或者是不慎坠下城来，再或者是被手下枪杀，总之，你敢这么做的话，我就敢把东安城变成第二个南京。二少爷，队长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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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炮！哎，猴子，这不是闹着玩的啊！杀鬼子这是应该的，救老百姓那也是必须的。可是，一打起来你就收不住手。我问你，你任务呢？哎，这怎么打了胜仗还挨批评啊？这是打仗，这又不是头一回了。不要以为打了2个胜仗，交获了一些武器就可以骄傲。骄傲使人落后，我多积极向上啊！严肃点。是。那就说说你自己的问题吧。说之前喝2口水行不行？我的检讨很深刻很长的，不喝2口水润润嗓子，我没法说呀。女同志，少喝凉水。慢点儿。我承认，我错了。说。这第一错，我误认为金哥是汉奸，所以就跑到东安城去除奸了。第二错，没有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，没把他救出来，让他落到鬼子手里去了。你都明白呀？不明白。他就是一阔少爷，是一个国民党军官，我们干嘛非得救他呀？可他更是抗日的力量，而且是位非常专业的军事人才。看来这小子还是有2下的。你都看出来了？我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。
逍遥怎么样？只是说不出话，不会对生命造成威胁。妈，外面冷。再冷，我的血总是热的。我听说日本人没啥刀子。刀子，这叫求死不得呀！那是他的党国先不要他的，他没必要为了他党国去送死啊，这不值啊！你不懂。妈，我在日本学习过，我了解日本人，用咱们全部的身家，也许能换回刀子的命。老大，你只看得懂手术刀，对那些拿着屠刀的鬼子，你是一点都看不懂。我死都不怕，还怕鬼吗？老大，扶我坐直了。金老夫人，我是奉了贵景阁下之令，前来邀请你参加皇军的入城式。鬼子先生，您听说过羊被狼吃了，羊还要列队欢迎的。送客。失礼です。母親は病気だった。立つこともできない。許してくれ。京都に行ったのか。京都で医学勉強しました。先生が加藤さんだった。老大，你是中国人，说中国话。如果你不能够按时的参加皇军的入城式，你这个白发人可能要送金戈这个黑发人。你这是在威胁。我去。妈，您这是要干什么呀？白发人怎么能送黑发人呢？金老夫人，谢谢你抱病参加皇军的入城式。不，我是来打狗的。整个东湾城都没有人出来抵抗，你一个老人，兵人来阻挡，
这很有讽刺意味啊！别人的事儿我管不了，可是我知道，狗从我这儿过，我就得拦，就得打。老人家，我们是来帮着你们建黄道乐土的。我和你儿子，我们已经是亲善了，是一家人，所以我衷心希望你去医院好好养病，好好活着，明白？我当然明白。在你们刺刀下活着的人只有2种，一种汉奸，另一种亡国奴。可这2种我都不愿意。可是你儿子愿意和我们做朋友。儿子，妈知道你说不出话，你的身子也被捆住了。妈心里明白，那都是鬼子的鬼把戏。儿子，妈明白你的心，你不是个软骨头，你尽力了。妈有你这个儿子感到骄傲、自豪。不要说了。心虚了才会害怕。害怕的应该是你。你要是再不让开，你前面的可是坦克车，他要是开过去，你将变成肉糜。自从甲午海战，铁甲洋舰进来以后，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害怕过。可是每一次你们都输了。可是每一次，我们都跟邓大人一样高喊着“创城基业”。活着的金戈做亲善大使的计划是非常符合大本营的战略意图的。可是你为什么要碾死他的母亲？
他在羞辱齐野于将军。我们的军队现在在羞辱整个中国。东岸一战，华北地区几乎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了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安抚好占领区的老百姓，而不是激怒他们，因为我们需要他们为我们的圣战提供粮食、煤炭、棉花、劳力，这些都要靠他们，明白吗？是想明白。阁下，金戈显然已经不可能归顺皇军了，是不是吃掉他？你看看这个。 现在不能再通过我们的手杀掉金戈了，明白？是。我要回去，金戈被抓了，妈被小鬼子给杀了，我要回去。冷静点，你不要冲动。你如果现在回去，鬼子已经占领了东安城，你就是去送死。我就是死，我要跟金戈在一起。冷静，你的事情我可以理解，你不要冲动嘛。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文婷，我不能让你白白去死。可是这样我生不如死啊，孟浩，你让我回去吧。你不要冲动，文婷，文婷。 求求你好吗？你让我回家，你让我回去，不然我也不想活。沆瀣一气，太可笑了。我就是死，我也不相信我这个弟弟能去当汉奸。现在是全城的老百姓不相信的问题。这就是鬼子借刀杀人的诡计呀！不行，我要去救金戈。 有枪有炮的刀子都干不过鬼子，你赤手空拳的拿什么去救啊？文婷，妈已经不在了，你千万不能再出什么事了。你要是那样的话，我就太对不起刀子了。不，我一定要救他。我好一定有办法的。 兵
东西带了没有？钱带来了没有？枪就在你坐的凳子下边。这是钱，好像给多了吧？多的是给兄弟们的卖命钱。里边有一张纸条，到时候你们执行就好了。告诉你们刀把子，别耍我。事成之后还有重赏。擦鞋喽！畜生！放开我！畜生！我要替我母亲受领！放开我！我要替我母亲受领！畜生！金先生，守灵也要吃饭啊。这是贵靖阁下去保定开会前特意吩咐的。别浪费了，给他灌进去。来了。大哥，文迪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门房怎么没说起你？我从后院翻墙进来的，安全。伯豪，你想到办法了吗？来。我已经得到消息了，鬼子同意金哥回来祭拜母亲。我也跟江湖上的朋友说了，等金哥祭拜完以后，去鬼子的路上劫车。这行吗？大哥放心吧，这一切我都安排好了。伯豪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一定要保证金哥的生命安全啊！那是当然的。把这个溶解到水里，等金哥进院的时候让他喝了。拜祭完以后，金哥就会昏迷，鬼子会把他带到医院。到那个时候，鬼子就进了我们的埋伏圈了。谢谢你啊，伯豪。应该的。真没见过同学之间的感情竟能到两肋插刀的境地啊！不许停留！啊，我是裱糊铺子的，来给商家送东西。张师傅，您过来了，不许出来！太君，明天要发丧，今天得准备呀。八哥，明天再说。张师傅，那就放旁边吧。这东西可以放下，钱你还是先付了吧。啊，那是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赶紧早回去，问家里人好。好，快走，快走！是，走。
滚！喝杯糖水吧，再去叩拜母亲大人。孝子金戈，叩拜母亲。妈妈，是我连累了您。您在天上看着，我就是做鬼，也要把鬼情一郎碎尸万段。杀鬼子，杀汉奸！不是说在这里放枪吗？你要干什么？出钱！刀子！刀子！刀子！你这个骗子，大骗子！不行，必须这么做。我给你骗了！不是骗子，安迪，我这么做只想告诉你，我愿意为你做一切，愿意为你牺牲一切。现在不是，现在是金戈，你亲手杀死了金戈。